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赵今麦好像突然有点不一样了？如果说以前的麦麦给人的感觉是乖乖的、清清爽爽的、安安静静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那么最近这段时间，他身上突然多了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，不是叛逆到让人觉得陌生，而是那种姐今天就是不想按照你们的剧本走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点叛逆的赵今麦。而且这一次重点不是单纯聊他有多可爱，也不是单纯磕他和宋威龙的骄阳似我。真正有意思的是，从杭州到北京，再到成都和上海这几个时间点串起来之后，你会突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。先把时间线记住：4月25日杭州，5月8日北京，8月4日成都、上海。单独看每一个日期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把它们连起来，再配上一段最近在抖音被反复使用的背景音乐，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尤其是大家一定要去看那首歌的歌词翻译，真的，先别急着看剪辑，也别只看画面，你把歌词翻译打开，再重新看一遍相关视频，可能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，等等，这歌到底是在唱爱情，还是在唱某个人越来越不想被定义的人生？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突然特别想说一句，麦麦，你是不是开始叛逆了？当然，这里的叛逆并不是负面意义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年轻演员慢慢找到自己节奏之后，自然而然产生的变化。以前很多人认识赵今麦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清澈感，他不需要特别夸张的动作，也不需要刻意制造话题，站在那里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舒服。可是当演员一路成长之后，最有意思的是情是什么？就是他开始不再满足于别人眼中的他，他可以可爱，也可以冷一点，可以安静，也可以突然来一点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，这才是成长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4月25日杭州这个节点的时候，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那时候的很多讨论依然停留在骄阳似我带来的角色余温里，毕竟宋威龙和赵今麦这一对组合本身就已经留下了太多记忆点。剧里的李宇森和聂曦光从相遇到靠近，再到彼此成长，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情绪载体。而剧集结束以后，观众真正舍不得的其实不一定只是剧情，很多时候是舍不得那种人物还活在我们脑海里的感觉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只要宋威龙和赵今麦再次出现，大家就很容易自动开启骄阳似我的记忆。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一段音乐，甚至只是两个人同框几秒钟，评论区都能瞬间变成大型回忆现场。而这恰恰就是所谓的角色后进，它不是剧播完就结束，而是剧播完以后，角色依然能够在观众的情绪里继续生活。骄阳似我本身就是如此。剧集播出期间，相关内容在抖音、微博等平台持续发酵，官方账号后来也公布过剧集热度成绩。所以到了5月8日，北京这个节点，大家再去看赵今麦的时候，会发现观众看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。以前大家可能会说这是聂曦光，后来大家开始慢慢意识到他是赵今麦。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别非常大，因为演员最幸福的状态不是永远被一个角色绑住，而是角色让大家记住你之后，你还有能力慢慢走出来，你可以继续演新的角色，继续尝试新的风格，继续让观众重新认识你。所以我觉得所谓麦麦的叛逆感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是突然变了，而是他越来越敢于做自己。到了8月4日成都、上海，这个时间点又被重新串起来。你会发现，观众现在看赵今麦的视角已经不只是聂曦光滤镜，而是开始越来越关注他本人。他在做什么？他选择什么？他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？甚至连一段普通的抖音背景音乐都能被大家拿来反复研究。而这里就必须说到今天的重点，那首歌真的建议大家去看完整歌词翻译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歌单纯听旋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好甜，好浪漫，好适合骄阳似我。
但是当你把歌词一句一句翻译出来之后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它表达的东西其实比表面复杂的多。它里面有爱情，有自我，有选择，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：我可以爱一个人，但我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方向。这是不是特别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赵今麦？所以说，真正让人上头的，并不是赵今麦叛逆了，而是他身上那种越来越清醒的感觉。他可以和一个角色产生共鸣，但不会永远停留在角色里面。他可以享受观众的喜欢，但不会完全按照观众期待的样子生活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年轻演员成长到一定阶段以后非常重要的一步。从大家希望我成为谁，慢慢走向我自己想成为谁。而这个过程往往比任何热搜都更值得关注。再说回宋威龙，为什么骄阳似我到现在依然有人反复剪辑？因为宋威龙和赵今麦之间留下的不只是所谓的 CP 感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段非常完整的角色记忆。李宇森和聂曦光的故事结束了，但观众的情绪没有马上结束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每一次两个人再次出现，都会让大家自动想起那段故事，甚至连一个音乐前奏都能让人瞬间回到剧里的某个画面。这就是影视作品最厉害的地方。真正成功的作品，不是让你看完以后说一句挺好看，而是几个月以后，你在街上听到一段旋律，突然想起一个角色；刷到一个画面，突然想起一句台词；看到一个演员，又突然想起当初追剧的那个晚上。这种感觉才叫后劲。而赵今麦现在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他正在慢慢从聂曦光这个标签里走出来，但他又没有完全抛掉聂曦光带给他的东西。他把那份明亮、活力和青春感留下来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给现在的麦麦一个关键词，我反而觉得不是叛逆，而是清醒。他可以继续可爱，继续漂亮，继续让观众喜欢，但他已经开始越来越清楚，什么是角色，什么是作品，什么是观众喜欢的他，又什么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8月17日这个时间点，我们突然又想把4月25日、5月8日、8月4日这些节点重新串起来。因为当时间被拉长以后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们其实一直在慢慢变化，只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。所以最后，我还是想把那句话送给所有喜欢赵今麦的人。如果你最近刷到了那段抖音视频，千万别只看画面，把歌词翻译打开，认真看一遍，然后再重新听一次，你可能会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首歌配上现在的麦麦，真的有点太巧了。他不是突然叛逆，他只是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而一个年轻女孩开始拥有自己的方向，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至于宋威龙和赵今麦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合作，这个问题我们先不急着回答，因为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是他们什么时候二搭，而是下一次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还能不能再次看到一个全新的赵今麦，一个不只是聂曦光，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麦麦，而是一个越来越自由、越来越清醒，也越来越有自己光芒的赵今麦。如果这都不算成长，那什么才算呢？所以今天这一期，我只想留下最后一句话：麦麦，你可以继续乖，也可以偶尔叛逆一点。毕竟属于自己的骄阳，本来就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方向发光。